看到这些橘盒子，大家就已经猜到我去爱马仕购物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为了拿包呢，爱马仕会有一些配货政策，那就是说你在拿包之前要先买一些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在想，这个爱马仕配货选什么呢？什么值得买呢？那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心目当中觉得最值得购入的爱马仕配货。首先来看第一个，那爱马仕玩家可能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小马，而且是一匹黑色的小马。大家都知道全黑的小马有多么的稀少可贵了。小马呢，一般在专柜的零售价是400多美金，但是在二手市场的价格甚至能够达到1000多美金，可见它的抢手程度了。而这只小马呢，其实不是你 walking 到专柜就可以买到的，那有可能你在官网上能够幸运的抢到一只，但是在官网上面抢东西真的就是要比手快，比网快。我是从来没有一次在官网上抢购成功的。那终于有一天，我的销售就 offer 我了这一个可爱的小马，立马 phone order 拿下。到手之后呢，发现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。其实我个人呢，到现在只有这么一匹 Rodeo 小马而已，并不是那种我喜欢跟各种包包都要挂上配饰的人。但是这个全黑的小马真的是戳中我的心了，因为我自己个人呢是走一些比较休闲、比较酷帅一点的风格的，并不是那种特别淑女的风格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全黑的小马就是特别符合我的个性。那任何一个包挂上这个小马，都会觉得非常的特别。那我觉得真的全黑小马还有转运的意义哦。我真的拿到了这匹小马之后，我的包运就来了。那至于我的包运有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之后会给大家慢慢更新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更新哦。好，说完小马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配货。这是我应该是年度最喜欢的配货之一了吧？它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件珠宝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。就是这样的，是一对不对称的 Kelly Chain 耳环，它的不对称设计非常的吸睛。它的是18K 黄金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金色珠宝的，我觉得它衬的肤色非常的好看。那这边就是普通的链条的设计，那这一边呢，就是上面有一个 Kelly 的扣子的设计，给大家上耳试一下吧。它这个耳针呢也是比较粗的。后面这个耳堵呢，其实是比较紧的，所以不容易掉。好了，戴上就是这样的效果，是不是非常的时髦、精致和特别？我再把头发这样轻轻的扎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我的脸型是比较宽的，看这样一对长耳环，其实是比较修饰我的脸型的。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呢，有那种灵动的气息。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。那这个耳环其实产量比较少的，我也是跟我的销售订了很久，然后他说全美只有最后2副，给我调到了这一副，然后我才拿到的。拿到手真的是超级喜欢，非常有特点。我觉得像我这样穿一个白衬衫或者 T 恤，简简单单的，再配上这么一副耳环，就是神来之笔。关键是它的价格也不算特别贵，才3000多美金吧。我觉得在爱马仕珠宝这个品类当中，已经算是性价比相当高了。那大家可能会关心它会不会重，其实我觉得它是稍微有一丁点分量感，但是绝对不会不舒服，戴上去是蛮轻巧的，比爱马仕的银饰要轻很多。我戴上一整天都完全没有负担，所以真的是超级喜欢。作为配货简直是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就戴上这副耳环，再给大家拆下面的盒子吧。接下来一个配货，还是一个珠宝，当当，就是爱马仕目前最火的一款项链 Venus 项链。这个项链有好几个版本，有白金带钻，有玫瑰金带钻，还有好像玫瑰金配尖晶石吧。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金色的，所以我就选了玫瑰金带钻的，非常的简洁大气，又很有辨识度。给大家上身试一下。这个项链是有2个长度可以调节的，一个是可能是16寸吧，一个是短一点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戴到最长的效果。你看这个碎钻是不是超级闪？
虽然呢碎钻不是很值钱，但是呢它用的碎钻的品质还不错，在灯光下反射特别闪亮。它的设计简单大方，特别不过时，而且性价比来说，在爱马仕珠宝也是相当高的，它也是只有3000多美金，所以我觉得作为配货的选择是非常不错的。哇，真的是好闪，好喜欢。好了，我现在就不取下来了，给大家继续拆下面的盒子吧。下面拆一个大的，是什么呢？140乘140的大羊绒围巾，这是爱马仕最火的图案，叫做骏马之城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，我会在这儿放一张图片，是一个巴黎的地图，但是呢加了一个骏马的设计，色调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它是米白配黑色的底色，再加上棕色的边，那这样的配色呢就是非常的百搭温暖。而且它的材质也非常好，它是70%的羊绒和30%的丝绸，所以摸上去非常的亲肤，非常的柔软。这样的大披肩呢，我觉得你有很多方式可以佩戴，比如说你像这样，在身上简单的搭一下，看是不是超级好看，非常气质。还有呢，就是你可以作为三角巾，像这样垂坠下来的感觉也非常不错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这么几折，然后当成一个普通的围巾这么用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因为呢它是比较轻薄的面料，所以呢它也不占空间，你随时随地披上就走。我觉得夏天在空调房，或者是秋冬作为围巾都是非常合适的。这个羊绒披肩真的是超级推荐，非常超值的配货。至于图案呢，我还是建议大家选这种比较素色的。比较简单的花纹，那这样的花纹呢，一来是不会过时，第二呢就是很容易跟你衣橱当中其他的单品相搭配，第三呢就是像这样一条带有骏马图案比较有特点的围巾呢，你其实可以把它裱起来作为一个大的装饰画，看挂在你家里，是不是也相当的不错啊？最后呢，再给大家开一个重磅配货吧。这个配货也是我最近超级喜欢的配货，而且是超级难买的配货。怎么个难买法呢？给大家打开就知道了。当然，这是一个 Kelly to Go 的 wallet。说是 wallet， 它其实呢是一款小包啊，它是有一个肩带的。那在我把这个包打开之前，先给大家说一下它的颜色和皮质吧。它的颜色呢是 Eco Rose Confetti，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奶昔粉。这个颜色呢是停产了很久了，一开始好像是几年前出来就炒得非常火，大家就非常喜欢。然后今年呢，这个颜色又复出了。这样一个粉色呢，其实呢它是比樱花粉要再浓艳一些，但是呢又没有 Rose Azalea 那么的艳丽，所以它是基于其中的，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亮眼又比较容易搭配的粉色。那它的皮质呢，就是大家喜欢的非常耐造抗砸的 Epsom。那这个皮呢，摸起来确实有一点点像塑料的感觉呢，但是呢，它的好处就是比较耐刮、耐磨，不容易有划痕，比较容易保养。我这个 Kelly to Go 配的是银扣的，我觉得粉色其实要配银扣比较干净亮丽一些。那它这个 Kelly to Go 呢，其实跟 Kelly Wallet 的设计是差不多的，大小呢也是差不多的。当然，因为它是一个小包嘛，所以它的容量呢要比普通的 Kelly Wallet 要大一些。打开这个 Kelly 的扣子呢，是这样的。这里面是肩带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前面有2个烤槽，后面有2个烤槽，中间是一个带拉链的夹层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拉链的锁也非常可爱，它就是那种 Kelly 的一个小锁头，非常的精致。有2个大的内袋，其实容量呢就是比一个钱包要稍微大一点点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度要比钱包要深一点。但是呢，它毕竟是叫 Kelly to Go Wallet， 所以呢，不要期待它能装很多东西。但是我自己拿回来试过，它是可以装下一个手机、几张卡、一些现金和票据的。如果你有一些比较bulky的东西，比如说比较厚的车钥匙，
或者是免洗的洗手液，那就不太容易塞进去。这个包本来设计的理念是装一点点东西带着出门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不要放太多东西，把它撑得太满，否则这个盖子就很难合上了。那它附赠的呢是一条这样的肩带，肩带上面有2个洞，肩带是从这里穿过去的，这里有一个凹槽。现在肩带穿上去了，看它的设计还是比较用心的。这2块皮的连接处呢是有一个金属的挂钩的，所以当你背起来，实际上是不会损害这个 Kelly To Go 的盖子的。我知道有很多人把以前老版的 Kelly 长钱包加一个猪鼻子链，或者加一个推力，或者是皮带，把它改造成这种腋下包，但其实那样呢会比较伤这个盖子的边缘，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那么用，还是去入手一个 Kelly To Go 比较好。一般我在用这个 Kelly 钱包的时候，我都不会把这个扣子这2边的这个带子完全扣上，因为那样打开就太麻烦了。一般就是让它这样敞开，然后比较随心的感觉，给大家背一下看看。Kelly To Go 作为斜挎包，长度是非常合适的。这是我的腰线，它就刚刚在我的胯骨下面一点儿。因为它这个包呢比较小巧，所以它是紧贴着身体，使用上面的使用感觉是比较好的，不会很 bulky。将它作为单肩包呢是这样的长度，我觉得单肩包的长度可能有点太长了，在我的胯骨下面挺多了。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作为斜挎包，那或者呢，你也可以把肩带这样手拎着，作为一个手拎包。还有一种就是把它作为一个 clutch， 好看吗？ Kelly To Go 我这一支的零售价是4100多美金税前。这个价格呢比 Kelly 长版的钱包要贵个几百美金，但是我觉得贵个几百美金还是值得的，因为 Kelly 长钱包毕竟你要经过改造才能作为一个小包，而且改造反而会伤害它的这个皮质。那这个 Kelly To Go 呢，虽然贵了几百美金，有一个肩带可以解放双手，我觉得是相当好用的。那无论你把它作为一个随身的小包，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钱包放入你的大包当中，都是相当方便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爱马仕配货分享。其实我入爱马仕这个坑呢，已经有1年多了。这1年多呢，买过了不少东西了。有很多东西可能用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完全鸡肋不好用，都放在那儿闲置了。所以现在我买的配货呢，都是我真正喜欢而且会用到的东西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我以后还会出一期视频关于爱马仕配货心得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在爱马仕配货的道路上有一些帮助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